这绝对是影史上最邪门、最恐怖的摇篮曲。只要歌声一响，新生儿就可秒变邪恶鬼婴，吓死亲生父母，其惊悚程度比招魂还要刺激。它就是2023最新恐怖大片。奇葩的夫妻半夜起床玩刺激，纷纷举起榔头砸碎了家中所有玻璃，可这依然阻止不了魔童从镜中穿越，将襁褓男婴拐卖到堆满尸骸的坟坑地狱。由于阴盛阳衰，男人惨遭割喉气绝身亡，女人则被傀儡替身逼成了疯婆娘。几个月后，女人的妹妹瑞秋也生下一个男婴，丈夫约翰刚把她从医院接回家，就收到了丈母娘寄来的大包裹，里面装的全是婴儿用品。瑞秋知道这些是姐姐死去的男婴用过的，也没多想，就毫不忌讳地整理起来。其中一本旧书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里面有一段希伯来语的乐谱。约翰赶紧拿出新华字典寻找出处，才勉强认出那是一首摇篮曲。自从这本书进入家中，小宝宝就好像着魔般不停哭闹，不管怎么哄都无济于事。丈夫一心忙于工作，无暇顾及，瑞秋的神经几近崩溃。这天他无意间又看到了那本古书，想到里面的摇篮曲，便打开书哼唱了起来。没想到小宝宝立刻就安静了下来。殊不知客厅里的镜子正慢慢碎裂，久违的宁静让夫妻重拾二人世界，却不知危险正在伺机而动。深夜时分，瑞秋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看到监控画面里露出半张鬼脸，她赶紧来到婴儿房查看，可鬼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瑞秋以为监控失灵，并没在意，然而此时的梳妆镜内却浮现出一个鬼影。瑞秋连忙走上去查看，可镜子里只剩下人老珠黄的自己。女人失魂落魄的刚转身离开，镜面又开始自行裂开。然而灵异事件不止如此，上一秒还是老婆，下一秒就变成了老太婆。约翰吓得一哆嗦，直接将妻子推倒在地。瑞秋以为丈夫喜新厌旧，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家出走。她来到超市准备挑选一款新的婴儿金库，没想到刚来到货架旁，超市就突然停电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所有监视器发出诡异绿光，画面里鬼影一闪而过，接着一只枯瘦鬼爪又伸了过来。可灯光恢复正常后，身边除了销售员并无其他异常。瑞秋无心选购，只得抱着儿子回家，没想到家里也变成了恶魔巢穴，魔镜上的裂痕蠢蠢欲动，隐约的婴儿哭声又从四面响起。瑞秋循声来到婴儿房查看，发现床上又出现一个婴儿，瑞秋被吓尿了，宝宝正抱在自己怀里，床上的东西又会是何方妖孽？她壮着胆子走上前，猛地掀开毛毯。约翰下班归来，听说家里有人闯入，顿时来了气，完全没有注意到镜子里的异象，抓起烧火棍就准备捉贼，可转悠了一圈，却连个鬼影都没发现。突然背后有东西飞过，约翰下意识挥起球棍，直接将家中宠物一分为二。等冷静下来，夫妻俩聊起了各自看到的幻觉，发现鬼影竟是古书上那个老巫婆。约翰发现此乃不祥之物，就决定将其扔掉。这晚夫妻搂着宝宝沉沉睡去。深夜时分，约翰被哭声吵醒，就鬼使神差的来到1楼寻找生源，发现竟是之前扔掉的那本古书。他偷偷把书带回家认真研究，里面的每一幅插图似乎都和婴儿有关。与此同时，宝宝却在瑞秋眼皮底下突然消失。女人立刻钻进被子焦急寻找，没想到看到的却是恐怖魔婴。瑞秋连忙钻出床单，好在儿子安然无恙。为了摆脱恶魔的纠缠，两人决定从那本古书查起。瑞秋找到精神病院的姐姐薇薇安，试图寻找更多线索。原来之前姐姐家就发生过同样的事，自从她唱过那首摇篮曲后，家中镜子就开始无缘无故碎裂，紧接着孩子和丈夫就全都遭遇不测。而瑞秋看到的老女巫叫莉莉丝，她本是上帝给亚当创造的原配妻子，但莉莉丝追求男女平等，不愿臣服于亚当，上帝对此大为恼火，便造出了夏娃许配给亚当，而莉莉丝则被驱逐出伊甸园，在荒野里和野兽结合，生下很多畸形怪物。看到亚当和夏娃生下的健康孩子，莉莉丝气火攻心，就决定去偷。没想到此举却遭到了上帝的惩罚，就将其打入冥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而莉莉丝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便把招魂咒当成摇篮曲写在古书之上，一旦有母亲哼唱，她就会从破镜裂缝中钻出，用鬼音换走那些健康宝宝。而薇薇安就是受害者之一，为了不让妹妹重蹈覆辙，她决定出院帮妹妹驱走邪祟。另一边的约翰也从教堂听到了相关传闻，由于教主无从下手，他也只得带着儿子返回家中。看到卫生间水漫金山，约翰不得不放下儿子跑去收拾烂摊子。没想到一对异形连体婴突然出现，见男婴独自趴在地上，故意将花瓶推倒。莉莉丝则不断用幻象诱惑强哥，拖延时间。此时男婴正慢慢向玻璃渣靠近，突然一声尖叫传来，强哥如梦出血。好在瑞秋及时赶回将儿子抱起。薇薇安表示，一旦宝宝被划破，恶魔的
的阴谋就可得逞。为了阻止恶魔侵入，两姐妹把镜子全都遮了下来。约翰认为姐姐就是个精神病人，她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可信，但薇薇安却坚信是莉莉丝偷走了自己的孩子。事后，约翰托关系找到了著名驱魔人，他学识渊博，直击恶魔招魂的3部法：第1部哼唱摇篮曲，第2部动物的献祭，第3部婴儿的血液。前2部已经在约翰家中应验，只要男婴流出1滴血，地狱之门就会彻底敞开。好在现在还有破解之法，就是点燃烛台圣器并念出咒语，用强大信念方可击败恶魔。约翰拿着驱魔道具往家赶，殊不知恶魔早已发起了最后进攻。双头魔婴从衣柜里钻出，攀上婴儿床，伸出锋利魔爪下手。男婴觉察危险，不断啼哭。瑞秋被声音惊醒，赶紧将其抱起。薇薇安看到妹妹满脸疲惫，主动帮忙带娃。往回赶的约翰试图告知妻子驱魔事项，但瑞秋的手机忘在厨房。薇薇安看到后不仅没有反应，反而在抽屉里不停地寻找着什么。不多时，房间传来熟悉的摇篮曲。瑞秋察觉不对，赶紧返回房间。只见姐姐手握长锭，一脸得意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薇薇安的阴谋，她想利用瑞秋的孩子换回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才故意让母亲把那本古书寄给瑞秋。她坚信妹妹一定会翻开哼唱，打开结界。瑞秋看到儿子的手掌被割破，顿时火冒3丈。为此，姐妹俩撕破脸皮，大打出手。瑞秋身手敏捷，占据上风，却被薇薇安拽到立柜，直接砸晕。此时，恶魔已在姐姐的歌声中降临，他弯腰抱走小床里的男婴。等到瑞秋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儿子早已不知去向，他只感一阵无力回天。突然，姐姐从旁边镜子里冒出，一把将他拖入了恶魔老巢。与此同时，强哥在半路被逼停，他以为是有人故意碰瓷，结果用远光灯一照，居然是那个鬼鬼祟祟的老巫婆。强哥一脚油门就撞了过去，可下一秒对方却出现在后座。傻逼，大傻逼！摆脱恶魔后，约翰直接往家里跑去。到家后，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，只剩下自己那不人不鬼的男婴傀儡。这时，角落里的镜子发出响动，发现妻子被困里面，两人焦急地呼唤着彼此，无奈谁也听不到对方声音。突然，瑞秋被灵异能量吸走，在无尽的黑暗中，他看到了无数魔镜。不远处的兽鹰发出低吼挑衅，瑞秋被吓得直接跌倒在地。此时他才发现脚下竟全是高能，虽然这粗糙特效不怎么值钱，可密密麻麻的婴儿坟场还是让人倍感诡异阴森。突然，兽鹰一把抓住瑞秋，将他拽进了漆黑的阴尸堆里。瑞秋艰难地伸出半截手臂。危急时刻，薇薇安出现，她奋力将妹妹拉出尸坑。为了找回各自的孩子，两姐妹暂时冰释前嫌。此时，阳间的约翰已点燃了烛台圣器，本打算照亮镜子，寻找通往冥界的缝隙，没想到却从里面看到了妻子身影。对方循着哭声向远处走去。薇薇安看到约翰后，打碎一面镜子，拿着破碎的镜片提醒他盖好魔镜。可惜约翰根本听不见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阴魂不散的恶魔再次出现，他抢过烛台，将蜡烛吹灭。迈着轻盈的步伐慢慢逼近，约翰赶紧拿出咒语，不停念诵。随着声音越来越坚定，熄灭的蜡烛再次燃起。恶魔只能惨叫一声，逃回老巢避难。看到瑞秋正在寻找孩子，他便躲在门后不停恐吓。瑞秋鼓起勇气，转动把手，直接闯入到了另一个异空间。洁白沙幔里躺着无数婴儿。瑞秋被嘈杂声音失去方向，他捂住耳朵仔细聆听，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哭声。看到他安然无恙地躺在摇篮中，瑞秋兴奋不已。没想到他刚抱起儿子，莉莉丝就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同时温馨幻象骤然消失，周遭犹如盘丝洞般恐怖可怕。恶魔趁机抢过孩子，强大的母爱让瑞秋异常勇敢。由于力量悬殊，瑞秋直接被掀飞在空。就在瑞秋陷入恐慌时，姐姐突然窜出，直接把镜片刺向了恶魔身体，随后又将孩子塞进妹妹怀中，让她抱着孩子快跑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莉莉丝。随即用力发功，唱起了动听的摇篮曲。就这样，姐姐七窍流血，投进了敌人怀抱。而瑞秋在逃亡过程中，被走廊上琳琅满目的镜子所吸引。每个魔镜后都有一个新生儿家庭，而这就是莉莉丝偷孩子的任意门。这时，歌声再次从远处传来，镜面接连炸裂。瑞秋俯身大步狂奔。
回到了现实世界，莉莉丝呲牙咧嘴跟随其后，不停撕扯着瑞秋的小腿，还试图将其拖回老家折磨。好在夫妻两人合力念出驱魔咒语，直接将莉莉丝驱逐回了魔镜异界。就此一切回归平静，夫妻一阵欣喜。但事实并未结束，因为怀中的孩子变成了姐姐的孩子，这让瑞秋很是气愤。虽然母爱是无私的，但他仅限于自己的宝贝。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，约翰又花重金买通驱魔师的助理，重新拿回了那本古书。接下来，夫妻俩将重返恶魔老巢，完成一个更加邪恶的拯救计划。